欢迎来到壁话太多，我是三太。今晚我们要聊一个狠人，一个让无数男人听了都脖子发凉的女人——吕雉。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提到吕后，你肯定会说：“哦，原来是她。”对，吕雉，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嫡妻，也是中国2000年帝制时代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大 boss。简单来说，她就是武则天的职场领路人，在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这方面，连后来的武皇都得管她叫声老祖宗。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顺便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让我们相约壁画，一同出发。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画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00多年前，那时候的吕雉还不是那个杀伐果断的吕后，她只是一个标准的大小姐，放在现在就是典型的白富美。她爹叫吕公，是当时非常有身份的富豪，因为躲避仇家，带着全家老小搬到了沛县。吕公在当地那是相当有排面的人，连县长都是他的好哥们儿。吕家搬家那天，沛县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凑热闹，顺便送礼拍马屁。这时候，一个看起来不太正经，甚至有点流里流气的中年大叔出现了。这个大叔就是刘邦，当时的刘邦也就是个小派出所所长，专业术语叫亭长。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混饭吃，脸皮厚的能挡箭。他兜里1分钱没有，却在大门口扯着嗓子喊：“我出礼金1万钱。”这一嗓子把大家都镇住了。吕公赶紧把这位大款请到上座，结果落座一看，这哥们儿哪有1万钱啊？他就是来白嫖蹭饭的。换成一般人，估计直接就把刘邦轰出去了。但吕公这人有个怪癖，他特别迷信，看相。他盯着刘邦看了半天，越看越觉得这哥们儿长得不一般，鼻子高挺，面相贵不可言，以后肯定能当大官。于是，吕公做了一个让全家人都崩溃的决定。他不仅没赶走刘邦，还当场宣布要把自己的大宝贝女儿吕雉嫁给这个没皮没脸的中年人。这决定放在现在，就像是一个身家过亿的老总，要把自己留学归来的名媛女儿嫁给一个在街口巡逻，还欠了一屁股债，甚至连私生子都有了的保安队队长。吕雉的妈妈当时就炸了，指着吕公的鼻子骂，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之前还说要把女儿嫁给县长，现在居然送给这么个地痞流氓。”吕公摆摆手说：“你不懂，这就是命，这就是天使轮投资。”就这样，吕雉的人生发生了急转弯。她脱下华丽的丝绸衣服，换上粗布麻衣，跟着刘邦回了家。这时候的吕雉真的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没有抱怨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反而任劳任怨。刘邦在外面喝酒吹牛，结交狐朋狗友，吕雉就在家里下地干活。那时候刘邦家很穷，吕雉不仅要种地，还要带2个孩子，甚至刘邦在婚前跟一个曹姓女子生的私生子刘肥，吕雉居然也能大度的接纳。吕雉那时候的心态大概就是一种极致的隐忍，既然老爹说这只股票能翻倍，那我就咬牙持有着吧。但创业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有一次，刘邦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半路跑了好多犯人。刘邦一想，这回去也是个死，
干脆把剩下的人全放了，自己跑到芒砀山里当土匪去了。老公跑了，烂摊子得有人收啊！官府抓不到刘邦，就把吕雉抓进监狱顶罪。在那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吕雉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社会的毒打。那里的狱卒可不会因为你是大小姐就怜香惜玉，吕雉在里面受尽了苦头，甚至还遭到了骚扰。好在有个叫任敖的好哥们儿帮他打点，才让他保住了一条命。这段经历非常关键，他让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山，山会倒；靠男人，男人会跑。在生死关头，唯有握在手里的力量才最可靠。但在那个时候，吕雉心底里还是对刘邦抱有希望的。他出狱后，经常翻山越岭，给躲在深山里的刘邦送饭。据说有一次，刘邦问他：“这荒山野岭的，你怎么总能精准地找到我？”吕雉为了给自家老公增加点神秘色彩，还编了个故事。他说：“你头顶上有彩云，我顺着云彩走，就找到了。”你看，这时候的吕雉不仅能干活，还会做公关。他把自己的人生和刘邦死死地捆绑在了一起，他在赌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可惜，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场豪赌的代价是他接下来整整30年的天真。吕之刚嫁给刘邦那会儿，心里估计每天都在默念，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因为刘邦这个老公当的实在是太佛系了，他在外面仗义疏财，结交兄弟，活脱脱一个社交达人，可家里的活谁干，孩子谁带，公公婆婆谁养？这些沉重的包袱全落在了吕雉一个人的肩膀上。这种日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丧偶式育儿和守寡式婚姻。刘邦在外面闯了祸，拍拍屁股跑去山里当山大王了，留给吕雉的是一个烂透了的摊子。你要知道，吕雉以前可是连重物都没提过的大小姐，现在呢，她得挽起袖子下地干活。凌晨4点，当天色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吕雉就得摸黑起床。她得先去喂猪、做饭，还得小心翼翼地伺候那位脾气不太好的公公刘太公。到了上午，她顾不上腰酸背痛，得背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去田里除草。刘邦留下的那几亩薄田，那是全家人活命的根本。他一锄头一锄头地刨，汗水顺着脸颊流进土里。到了下午，他还得抽空给躲在山里的刘邦缝补衣服，准备好干粮。深更半夜，当孩子们都睡熟了，他还得在昏暗的油灯下拼命织布。他心里清楚，多织出1寸布，就能给孩子们多换一口吃的。这种生活强度，换个娇气点的姑娘可能早就跑回娘家哭诉了，但吕雉没有。她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大度。刘邦那个私生子刘肥，吕雉不仅没把他赶出去，反而让他跟自己的亲儿子刘盈一起吃饭睡觉。这种格局真的不是一般女人能有的。但老天爷似乎觉得给他的考验还不够。刘邦在芒砀山越闹越大，官府终于坐不住了。既然抓不到正主，那就拿家属开刀。吕雉作为反贼家属，理所当然的被投进了大牢。那座监狱是什么样的地方？阴暗、潮湿，充满了霉味和惨叫声。狱卒们可没读过什么礼义廉耻，他们看到吕雉长得漂亮，难免动歪心思。吕雉在里面受尽了委屈，甚至是肉体上的折磨。
这种绝望感比在地里干活要沉重10000倍。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时这2个人的处境。刘邦在山上当他的山大王，每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跟兄弟们吹牛聊天，等着反秦的时机成熟，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潇洒。而吕雉呢，他正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牢房里挨饿受冻，还得时刻防备那些不怀好意的骚扰，心里还挂念着家里没人照顾的老小。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换作谁心里都会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但也正是这段牢狱之灾，让吕雉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人格重塑。如果说以前的她只是一个被生活逼出来的女汉子，那么监狱里的经历让她长出了一颗铁石心肠。她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从来不讲道理，只讲实力。那个在外面风光无限的老公，在自己最危险、最无助的时候，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他在那阴冷的墙角里，把眼泪擦干，也把最后的一点温情给埋了。后来多亏了刘邦的好朋友任敖仗义出手。任敖这人特别正直，看不过去那些狱卒欺负吕雉，直接动手把那个动手动脚的家伙揍了一顿。因为这份恩情，吕雉记了一辈子。等他后来掌权了，哪怕任敖本事一般，他也硬是把任敖提拔成了宰相级别的官员。吕雉出狱后并没有变得柔弱，相反，他眼里的光变得冷冽了。他回到了那个贫穷的家，继续种地、织布，像一只沉默的母狼一样守着自己的幼崽。他已经不再期待刘邦能给他带来什么安稳日子，他只想要一个翻身的契机。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契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他等到的不是苦尽甘来，而是更深层的背叛和更漫长的噩梦。当刘邦终于带着起义军打出名号，成了汉王的时候，吕雉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终于要熬出头了。结果呢，刘邦在项羽的追杀下跑路了，根本没带上他。就在这种极度的混乱中，吕雉再次成为了筹码。这一次，他的对手不再是小小的狱卒，而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西楚霸王项羽。在那之前的无数个夜晚，吕雉坐在田埂上看着星空，可能都在想同一个问题：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可惜，生活给出的答案往往比问题本身更残酷。他即将面对的是长达2年的囚禁生涯，以及一个让他彻底黑化的瞬间。本来以为当了汉王夫人就能过上好日子，结果吕雉万万没想到，生活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那是公元前205年，刘邦趁着项羽去打齐国，带着56万联军，浩浩荡荡打进了项羽的老窝彭城。当时的刘邦觉得自己稳赢了，天天在城里喝酒开派对。结果项羽带着3万精锐骑兵，杀了个回马枪，把刘邦打了个落花流水。混乱中，刘邦只顾着自己逃命，根本顾不上家里人。吕雉带着公公刘太公和2个孩子在战火中拼命往外跑，结果半路就被楚军给堵住了。这一抓，吕雉就在项羽的军营里待了整整2年零4个月。这2年多对吕雉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漫长到没有尽头的噩梦。你要知道，项羽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主，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西楚霸王。吕雉作为敌军首领的家属，在楚营里的待遇可想而知。他每天不仅要忍受粗茶淡饭和各种羞辱，还要时刻担心项羽哪天心情不好就把他给咔嚓了。肉体上的苦其实还能忍一忍，
但最让吕雉心碎的是精神上的反复蹂躏。有一天，项羽为了逼刘邦投降，想出了一个特别损的招。他让人在阵前架起一口巨大的锅，里面盛满了滚烫的油，然后把吕雉的公公刘太公五花大绑放在大砧板上。项羽对着刘邦喊话，说：“刘邦，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亲爹给煮了。”这时候吕雉就在旁边看着，他心里肯定在想，哪怕刘邦再怎么无赖，面对自己的老爹和老婆，总该有点人性吧。结果刘邦的反应让全天下的人都惊呆了。他站在城墙上，笑嘻嘻地对项羽说：“哎呀，项羽啊，咱俩以前可是结拜兄弟，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一定要煮了咱爹，那记得分我一碗肉汤。”这话传到吕雉耳朵里，你猜他是什么感觉？那是一种从脚底心凉到天灵盖的绝望。他终于看清了，在刘邦这种职业野心家的眼里，什么父子情、夫妻爱，全都是可以拿来交换的筹码。只要能保住他的江山，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是不能牺牲的。就在吕雉每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的时候，刘邦在那边又在干什么呢？他也没闲着，他在逃亡和征战的过程中遇到了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戚夫人。一边是人老珠黄，还在敌营受苦的发妻，一边是温柔体贴、能跳舞的小美女。这个刘邦啊，很快就陷入了温柔乡。他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戚夫人，两人还有了个孩儿，叫刘如意。刘邦把这个刘如意那是疼爱到了骨子里。这2年4个月的时间，吕雉是在楚营的冷风和屈辱中度过的。她看着身边的公公一天天老去，看着周围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神，她开始疯狂的思考。她发现，以前那个只会种地、织布、忍辱负重的自己，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她开始明白，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后来，项羽和刘邦终于讲和了，决定以鸿沟为界，吕雉终于被放了回来。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刘邦身边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刘邦看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曾经的温存，只有公事公办的冷淡。而那个年轻漂亮的戚夫人，正依偎在刘邦怀里，用一种带着挑衅和怜悯的目光打量着他。那一刻，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因为他知道那些都没用。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然后默默地对自己说：既然这个男人靠不住，既然情分已经成了垃圾，那我就要去抓更牢靠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权力。吕雉的黑化并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被这漫长的2年多时光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按理说，阔别多年，夫妻重逢，怎么也得有个抱头痛哭、互诉衷肠的感人场面吧。毕竟吕雉为了刘家，又是坐牢，又是给人当人质，受尽了委屈。可现实比冰冷的牢房还要残酷。当吕雉踏进营帐的那一刻，她看到的不是刘邦热情的拥抱，而是一幅让她终生难忘的画面。刘邦正搂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听曲儿看舞，那个女人就是戚夫人。当时的吕雉刚从楚营的苦日子里熬出来，皮肤粗糙了，眼角有了皱纹，整个人透着一种被岁月和苦难打磨过的沧桑感。而戚夫人呢，正值豆蔻年华，腰肢细得像柳条，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更要命的是，
他还会跳那种迷死人不偿命的翘袖折腰舞。他往刘邦怀里一钻，哼上2句楚地的民歌，刘邦那颗心简直都要化成一滩水了。在那一瞬间，吕雉站在帐门口，觉得自己像个走错了片场的群演。他辛辛苦苦在外面冲锋陷阵，守家护院，结果家里的男主人已经找好了新的女主角。刘邦看他的眼神里没有愧疚，也没有心疼，只有一种被打扰了兴致的尴尬。他象征性地问候了2句，就又转头去跟戚夫人调情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你为了这个家在外面没日没夜的打拼，好不容易攒够了钱回家，却发现锁芯换了，沙发上坐着一个比你年轻20岁的陌生人，还问你找谁。吕雉心里的那种绝望和愤怒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但吕雉毕竟是吕雉，如果是普通的小女人，这时候可能会1哭2闹3上吊，质问刘邦你还有没有良心。但吕雉在牢里学会了最重要的2件事：冷静和观察。她很快就发现戚夫人这个女人不简单。戚夫人可不是那种只想捞点首饰过点好日子的普通宠妃，她可是个顶级的绿茶玩家。她知道刘邦吃哪一套，她总是在刘邦面前表现得柔弱无助，动不动就掉几颗珍珠般的眼泪，说自己无依无靠，以后只能指望皇上疼爱。她这一哭，刘邦的保护欲直接爆表。更让吕雉感到危险的是，戚夫人开始动摇她的根基了。吕雉辛苦养大的儿子刘盈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但刘邦越来越不喜欢这个性格仁厚的长子，觉得他不像自己。戚夫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她开始在刘邦耳边吹枕头风，说他的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简直就是刘邦的翻版。吕雉看着这一切，心里冷笑。她明白，在这个冷冰冰的后宫里，所谓的夫妻情分已经彻底断绝了。刘邦不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老板，还是一个随时准备辞退她的老板。而戚夫人则是那个想方设法要取代她职位的职场竞争者。吕雉没有跟戚夫人当面撕破脸，甚至表面上还保持着大度，但她把所有的恨意都深埋进骨子里，变成了一颗颗毒芽。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她发现靠男人宠爱那是随时会过期的消耗品，只有抓牢手里的权力和儿子的前途，才是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她不再是那个等老公回家的贤惠媳妇儿了，她开始在幕后结交刘邦身边的那些功臣，比如萧何、张良。她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圈子。既然爱情已经没了，那她就要让所有人都怕她。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权力的游戏里，没有中间地带，要么爬上巅峰，俯视众生，要么跌入深渊，万劫不复。那个曾经在田间劳作的吕大小姐正式下线了，一个为了生存和权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正在缓缓睁开双眼。这场关于大汉江山的宫斗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如果说戚夫人抢走刘邦的宠爱，吕雉还能咬牙忍了，毕竟男人嘛，换个口味是常有的事。但接下来的这一招，戚夫人是直接冲着吕雉的命门去的。她盯上了大汉王朝最值钱的那个位子，皇太子。当时的太子是吕雉亲生的刘盈，这孩子性格里继承了吕雉早年的那份仁厚，却唯独没遗传到刘邦的那份狠劲儿，甚至有点软弱。刘邦这个当爹的越看越不顺眼，总觉得这儿子不像自己，没那股子流氓地痞的狠劲儿。
而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天天在刘邦跟前晃悠，刘邦那是越看越喜欢，甚至公开感叹说：“这孩子才像我啊！”戚夫人多聪明啊！她一看刘邦动了心思，就开始了他的顶级表演。她不争也不抢，就是哭。刘邦要出门打仗，她哭着送行；刘邦回来喝酒，她边跳舞边掉眼泪。她反复就那一句话：“皇上，以后您万一不在了，我们母子俩可怎么活啊？吕后肯定饶不了我们。”刘邦这人最受不了这个，他心想：对啊，吕雉现在看戚夫人那眼神都带刀子，以后要是刘盈当了皇帝，戚夫人母子肯定没好果子吃。于是刘邦动了废太子的念头，这在当时可不是家务事，这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当吕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整个人都炸了。你可以抢我的老公，你可以抢我的珠宝，但你绝对不能动我儿子的前途。在那个年代，知道废太子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吕雉这么多年就白干了，意味着刘盈不仅当不成皇帝，大概率连命都保不住。吕雉这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只会种地的村姑了，她很清楚，一旦刘如意上位，她和刘盈就是砧板上的肉。这时候的吕雉表现出了极其冷静的一面，她没有冲到刘邦面前大闹，因为她知道刘邦现在正色令之婚，越闹他越反感。他发现刘邦虽然是皇帝，但他非常在乎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们的看法。于是吕雉开始疯狂联络朝中的重臣，他甚至不顾皇后的身份，当众给那些大臣下跪磕头，求他们保住太子的位子。你想想，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给臣子下跪，这得是多大的冲击力？那些老臣们本来就觉得刘邦废长立幼不合礼法，再加上皇后的这份决绝，大家伙一下子就拧成了一股绳。周昌在朝堂上跟刘邦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气得结巴了，大喊着：“臣急急不奉诏！”吕雉就在屏风后面偷听，等下朝了，他专门跑出去接见周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吕雉非常明白，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他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和这些老派势力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而戚夫人那边，除了会哭和跳舞，根本没有任何政治资源。他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的心，就抓住了一切，却不知道在冰冷的政治博弈中，男人的宠爱是最靠不住的泡沫。刘邦虽然想换太子，但他发现满朝文武全都反对，这件事就这么僵持住了。那段时间，长乐宫的空气都是凝固的。吕雉每天睁开眼，都在想怎么保住儿子的位子。他开始失眠，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看谁都像是在帮戚夫人。这种极度的焦虑让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阴鸷，他心里那头猛兽已经被戚夫人彻底唤醒了。他不仅要保住位子，他还要让那个只会哭的小妖精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吕雉也知道，大臣们的反对只能暂时拖住刘邦。他需要一个大招，一个能让刘邦彻底死心、心服口服的大招。这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那就是一直隐居，连刘邦都请不动的世外高人。吕雉明白，这就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赢不了，他和儿子就只能去阴曹地府报道了。这场权力的拉锯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吕雉找到了大汉第一谋士张良。张良这人平时深居简出，基本不掺和这种家务事。但吕雉派他哥哥吕泽去堵门，甚至使出了江湖救急的那一套。
张良最后长叹一口气，给出了个主意，去请商山4号。这4个老头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当时的学术泰斗，也是名气最大的隐士。刘邦当年当了皇帝，曾经敲锣打鼓的去请他们出山，结果人家根本不给面子，觉得刘邦这人素质太低，说话带脏字，还喜欢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这4位爷宁愿在深山里吃野果，也不愿去朝廷里当官。在刘邦心里，这4个人就是这辈子请不动的真神。吕雉办事主打一个精准，他派人用最丰厚的礼物、最谦卑的态度，还让太子刘盈亲笔写了邀请函，硬是把这4位胡子都白到胸口的高人给请到了京城。决战的时刻很快就到了。有一次刘邦开宴会，太子刘盈在旁边侍奉，身后跟着4个仙风道骨的老头，每个人都仪表堂堂，气场拉满。刘邦一看就愣住了，心说这4个老爷子看着眼生啊，哪位？4位老人大大方方地报上名号，刘邦当时酒都吓醒了一半。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求而不得的顶级大咖，居然被自家那个看似软弱的儿子给收编了。刘邦问他们：我当年请你们，你们躲着我，现在为什么愿意跟着我儿子？4位老人说话很有水平，他们说：皇上，您平时轻视儒生，动不动就骂人，我们实在是受不了那份气。但太子刘盈这孩子不一样，他仁厚孝顺，尊老爱贤，全天下的人都想为他效命，所以我们就来了。这番话简直是字字扎心。刘邦是什么人？他是顶级的政治家，他一眼就看穿了背后的真相。这4个老头代表的不是4个劳动力，而是全天下的民心和知识分子的认可。如果他非要废了刘盈，那就是在跟全天下的价值观作对。刘邦看着4个老人缓缓离去，心里明白太子的位子已经稳如泰山了。他把躲在屏风后面的戚夫人叫了出来，指着那4位老人的背影说：我想换太子，但我办不到了。那孩子羽翼已丰，已经有高人辅助，他的地位不可动摇了。戚夫人听完当场就崩溃了，她知道自己的豪赌彻底输了。这一局，吕雉赢在了格局。戚夫人只会用女人的娇媚去讨好一个男人，而吕雉却在用一个政治家的手腕去操控整个舆论场。吕雉在这场公关局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和执行力。他没有因为刘邦的偏心而自乱阵脚，反而精准地找到了刘邦的软肋。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往往不是刀剑，而是那种无形的名望和正统。这件事之后，刘邦再也没提过废太子的事，吕雉也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相反，他变得更加深沉。他开始意识到，有些阻碍光靠公关是不够的。在这个创业时代的末尾，为了给儿子铺平道路，他必须变得比刘邦还要狠。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既然已经赢了内部竞争，那么接下来的外部扫除才是他真正黑化的开始。搞定了儿子的接班人身份，吕雉并没有像普通贵妇那样开启买的度假模式。他很清楚，皇位这种东西，坐得稳才叫江山，坐不稳那叫火坑。而现在的汉帝国，表面上看着挺威风，实际上到处都是雷。尤其是那些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们，个个手握兵权，脾气大得很。刘邦这个当大老板的，
有时候都得看这些老员工的脸色。这其中最让刘邦头疼，也最让吕雉睡不着觉的，就是那位号称国士无双的战神韩信。咱们得说实话，韩信在打仗这件事上确实是外挂级别的存在，没有韩信，刘邦估计还在汉中吃土呢。但韩信这哥们儿情商实在是感人，典型的职场顶级技术大咖，除了干活啥也不会，还特别爱居功自傲。刘邦当了皇帝后，对他那是又爱又恨，最后干脆把他降级成了淮阴侯，变相在京城软禁了起来。这时候的韩信每天在家郁郁寡欢，甚至有点愤青。刘邦出门打仗，他称病不去，跟樊哙这种老战友见面，他一脸嫌弃，觉得跟这帮糙汉子并列简直是丢人。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了。公元前196年，刘邦带兵去前线平叛，京城就留给吕雉坐镇。机会来了，这时候有人举报说韩信要在京城搞兵变，里应外合。吕雉接到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等刘邦回来，也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兴奋。他心想，老刘你总说韩信杀不得，怕背上杀功臣的骂名，行，这个坏人我来当。但吕雉也知道，韩信这种级别的战神硬来肯定不行，万一抓捕失败，京城就炸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外包方案，他找来了萧何。萧何是谁？那是大汉的管家，更是韩信的伯乐。当年韩信想跳槽，是萧何月下追了回来。韩信能当大将军，也是萧何极力推荐的。韩信这辈子最信任的人就是萧何。吕雉找到萧何，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狠劲儿。他让萧何去把韩信骗进宫来。萧何当时心里肯定也是翻江倒海，但他更明白，现在的吕雉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种地的村姑了，她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皇后。萧何最后还是妥协了，他亲自去韩信家编了个瞎话，说皇上在前线打赢了，满朝文武都要进宫庆祝，你韩大将军虽然身体不好，也得露个面意思一下吧。韩信对谁都有戒心，但唯独对萧何没有。他毫无防备地进了长乐宫。就在他跨进宫门的那一刻，吕雉布置好的埋伏瞬间杀出。这位在战场上从未输过的战神，居然在自家的客厅里被一帮宫廷保安给按住了。吕雉坐在高位上，冷冷地看着被五花大绑的韩信。韩信还在喊说刘邦当年答应过我不杀我的。吕雉心里冷笑，刘邦答应那是他答应的，可不是我。而且传说刘邦给过韩信5不死的承诺，什么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之类的。吕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人把韩信带到一个大钟下面，用布把四周遮得严严实实，上不见天，下不着地。最后据说还是用竹竿扎死的。韩信死的那一刻，心里想的估计全是那句著名的狡兔死，走狗烹。但他可能没意识到，这次动手的不是猎人，而是猎人的老婆。这件事办完后，刘邦打完仗回来，听到韩信的死讯，史书上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心情：且喜且怜。喜的是心头大患终于没了，怜的是这么个天才就这么没了。但他对吕雉的评价肯定又上升了一个维度。他发现自己的这位发妻不仅能守家，
还能帮他解决那些他想干却不敢干的脏活累活。吕雉用韩信的人头向全天下的功臣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大汉王朝，除了刘邦，还有我这个女人说了算。她不仅能帮儿子保住储位，还能帮老公稳定江山。这一夜，长乐宫的灯火格外幽冷。吕雉站在权力的十字路口，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种掌控生死的感觉。这种狠辣就像是一把刚开刃的快刀，精准而冷酷。从此以后，没人再敢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后宫妇人。她开始逐渐接管这个帝国的核心业务。而就在这时候，刘邦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刘邦这辈子活络的像个传奇，走的也挺有性格。公元前195年，这位大汉帝国的 CEO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讨伐英布的战场上中了一箭，伤口一直没好，回京后就病倒了。吕雉看着躺在病榻上的丈夫，心里五味杂陈。这个男人带给过她荣华富贵，但也给了她这辈子最深的羞辱和恐惧。刘邦临终前表现得很豁达，吕雉请了名医来看病，刘邦居然把医生给骂走了。他说：“我当初拎着3尺长剑打天下，那是命，现在命到头了，吃药有什么用？”这种时候，如果是普通的恩爱夫妻，吕雉应该坐在床边抹眼泪，说点下辈子还在一起的肉麻话，但吕雉没有。她展现出了一个顶级政治家的理性和冷酷。她坐在刘邦床头，进行了一场史上最硬核的临终 HR 面试。吕雉问刘邦：“皇上，您要是走了，萧何要是也走了，谁能接班当丞相？”刘邦叹了口气说：“曹参可以。”吕雉紧接着问：“那曹参之后呢？”刘邦说：“王陵可以，但他这人有点直，得让陈平在旁边帮着。周勃这人虽然话不多，但稳重，以后保住老刘家江山的一定是他。”吕雉还想再往后问个10年、20年的规划。刘邦摆摆手说：“再往后，你也就不用操心了。”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吕雉关心的不是刘邦疼不疼，而是大公司的接班人制度。而刘邦给出的这份名单，其实也是在暗示吕雉，这些人能用，但你也要提防。这是2个创业合伙人之间最后的账目交接。交代完这些，大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就这么撒手人寰了。刘邦一死，吕雉并没有立刻放声大哭，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事：封锁消息。整整4天，皇宫大门紧闭，刘邦去世的消息一点都没透出来。吕雉在干什么？他在犹豫。他在长乐宫里跟他的心腹沈亦基商量，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把那些手握重兵的老将们全部干掉。吕雉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暴力。这些老将当年跟刘邦是哥们儿，现在刘邦死了，我儿子刘盈才16岁，还是个性格软弱的职场小白，这帮老油条怎么可能听话？万一他们反了，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不如1不做2不休，全杀了干净。这种想法简直疯到了极点。好在沈亦基还有点理智，他劝吕雉说：“你现在杀他们，他们手下的兵马上就会反，到时候京城就成火海了。”吕雉冷静下来一想，确实，现在的他还没那份一口吞掉所有功臣的胃口。于是他才下令发丧，让刘邦的死讯传遍天下。葬礼办得很隆重，吕雉哭得也很大声，但在那厚厚的丧服下，藏着的是一颗忠于自由的心。
刘邦这座压在他头上几十年的大山终于消失了。现在他是皇太后，儿子是皇帝，这个庞大帝国的公章正式落到了他的手里。这种权力的交替对吕雉来说是一种迟到的补偿。他想起了自己种地的日子，想起了坐牢的日子，想起了在楚营里被人当成人质的日子。那些年受的罪，现在他都要一笔一笔地讨回来。他看着年轻的儿子刘盈坐在那个冰冷的龙椅上，心里想的是：儿子，妈会替你看好这份家产，谁也别想抢走。刘邦走了，大汉的第一代管理层开始大洗牌。吕雉站在权力的巅峰，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对手。大臣们敬畏他，儿子听命于他。这时候，他心里那股压抑了十几年的恶意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他没有忘记那个让他在深夜里流干眼泪的女人戚夫人，那个曾经在刘邦怀里撒娇想抢走他儿子楚卫的女人，此时正躲在后宫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吕雉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他知道属于他的复仇时刻终于到了。这场权力的更迭不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一个女人野心彻底爆发的开始。刘邦的葬礼一结束，吕雉就脱掉了那身沉重的丧服，换上了大汉太后的华服。她坐在长乐宫的高位上，手里握着的是这辈子最稳固的权力。这时候，她心里那张复仇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戚夫人。很多人觉得吕雉狠，但咱们换个位子想想，如果你是吕雉，你为这个家卖过命，坐过牢，当过人质，结果人老珠黄了，老公带回来一个只会跳舞的小三，不仅抢了你的宠爱，还要抢你儿子的家产，这种恨那是渗进骨头缝里的。吕雉对戚夫人的第一步报复，其实并没有直接要她的命，她先把戚夫人关进永巷，那是专门关押犯错宫女的地方。吕雉让人剃光了戚夫人的头发，给她戴上沉重的铁圈，让她换上粗布做的红裘衣。每天干什么呢？舂米。这活儿特别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只会跳舞的女人，每天得抡着沉重的木杵在那儿捣米，手心全是血泡。吕雉那时候估计在想：来，你不是爱跳舞吗？你不是腰细吗？现在我让你天天在这儿练力量训练，我看你还怎么下腰。如果戚夫人这时候能聪明点，低头认怂，或者干脆闭嘴干活，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但戚夫人这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有野心，没有脑子。她一边舂米，一边还觉得委屈，居然还编了一首歌在那儿唱。歌词大概意思是说，我儿子是王，我却在这里当奴隶，每天舂米到天黑，离家3000里，谁能帮我传个信给我儿子？这首歌简直就是催命符。吕雉一听，冷笑一声：好啊，你还没死心呢，你还指望你那个当赵王的儿子刘如意来救你？行，那我就送你们母子一起走。吕雉是个逻辑极其缜密的人，他知道只要刘如意还活着，这就是个隐患。万一哪天刘如意长大了，带着赵国的军队打回来复仇，那他和刘盈就危险了。于是吕雉开始行动了。他连续3次下诏，让赵王刘如意进京。当时的赵相是个明白人，死活不让刘如意走。吕雉干脆先把赵相调走，然后刘如意这个10几岁的孩子只能乖乖来到了长安。吕雉的亲儿子刘盈，也就是当时的汉惠帝，是个特别善良的孩子，他知道老妈想杀这个弟弟，于是刘如意一到京城，刘盈就亲自去接。
每天跟他同吃同住。刘莹想的是，只要我时刻盯着，老妈就没机会下手。但刘莹还是太天真了，她哪里是她老妈的对手？有一天清晨，刘莹想出去练剑，看弟弟还在熟睡，心想就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事吧。结果他前脚刚走，吕雉后脚就派人送去了一杯毒酒。等刘盈回来的时候，那个曾经被刘邦夸赞最像我的孩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除掉了刘如意，吕雉对戚夫人的最后一点顾虑也没了。接下来的这一幕，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画面。吕雉命人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脚，挖去了她的眼睛，用火熏聋了她的耳朵，还给她喝了哑药，把她扔进厕所里。吕雉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人彘，也就是人诛。这是一种极残酷的古代酷刑，这种残酷程度已经超出了人类想象的极限。吕雉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一种极度的羞辱和发泄。他要把戚夫人从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美女，变成一个连话都说不出来，连看都看不见，只能在污秽中爬行的怪物。吕雉在那一刻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在复仇了，他是把自己这几十年受到的所有委屈、不公和愤怒全部具象化在了这个人彘身上。他想证明，什么宠爱，什么美貌，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啥也不是。更让人不解的是，吕雉干完这件事，居然还把儿子刘盈叫过来参观。他可能觉得这是在给儿子上一堂生动的权力政治课，想告诉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但他忘了，刘盈不是他，刘盈心里还保留着最后一丝人性。当刘盈看到那个在坑里蠕动的已经看不出人形的东西时，他整个人都崩溃了。他大哭了一场，回去就病倒了。他派人告诉吕雉，这不是人干的事，我作为你的儿子，我没脸治理这个天下了。从这一刻起，吕雉赢了复仇，却彻底失去了儿子。而大汉帝国的走向也因为这一场血腥的报复发生了剧烈的偏移。如果说戚夫人的惨死是吕雉报复心的巅峰，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吕雉权力之路上的第一个大坑。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最后居然成了亲生儿子的索命符。刘盈这个孩子真的是老刘家基因里的一个变数。他不像他爹刘邦那么无赖，也不像他妈吕雉那么狠毒，他就是一个心地纯良，甚至有点玻璃心的文艺青年。当他看到那个被亲妈折磨得不像人样的人彘时，他心里的那个世界彻底崩塌了。他不是被吓坏了，他是被恶心到了。他觉得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那种残忍的血液，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可耻。他不再上朝，不再批阅奏折，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后宫里。吕雉当时的心情估计很复杂，他可能觉得，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我把威胁你皇位的人都铲除了，我把那个想抢你家产的女人处理了，你现在跟我玩忧郁。吕雉这种实干派永远理解不了刘盈那种精神层面的痛苦。在吕雉看来，权力是这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因为看了点血腥场面就嫌弃权力呢？为了让儿子振作起来，吕雉想出了一个绝招，这招也够损的。他觉得刘盈是因为太闲了，
或者是因为身边没有贴心人，于是他做了一个让后世瞠目结舌的决定，让刘盈立自己的外甥女张嫣为皇后。咱们算算这辈分，张嫣是鲁元公主的女儿，鲁元公主是刘盈的亲姐姐，也就是说，吕雉让自己的亲儿子娶了自己的亲外孙女。这种近亲结婚在现代看来是违背伦理的，在当时虽然没有这么严格的基因观念，但在道德上也让很多人接受不了。吕雉的逻辑很简单，也很霸道，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让吕家的血脉和大汉的皇权死死地捆在一起，这样无论发生什么，这江山都是他说了算。可怜的张嫣当时还是个几岁的小姑娘，懂什么叫结婚啊？而刘盈看着这个管自己叫舅舅的小女孩，心里只有无尽的悲凉。他根本碰都不碰张嫣，两人在宫里就像是两个被关在华丽笼子里的玩偶。吕雉为了抱孙子，天天盯着人家的房事，甚至还派人去催。这种密不透风的控制欲，让刘盈觉得每一口空气都带着吕雉的味道，让他窒息。刘盈开始疯狂地喝酒，沉溺于美色，他想用这种方式加速自己的毁灭。他清醒的时候就痛苦，只有醉了才能暂时忘记自己那个可怕的母亲。吕雉看着儿子一天天消沉下去，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变得更加暴躁。他觉得是那些围在刘盈身边的宫女、宦官带坏了儿子，于是他又开启了一轮清洗。这种高压的家庭环境放在现在就是典型的毒亲现场。吕雉口口声声说爱儿子，实际上他爱的是那个能听他话、能延续他权力的工具。刘盈在位仅仅7年，就在忧郁和病痛中撒手人寰了，死的时候才23岁。刘盈死的时候，吕雉在灵堂前哭得很有节奏，但一滴眼泪都没掉。当时的大臣张辟强看出了端倪，他跟丞相陈平说，太后唯一的亲儿子死了，他却不伤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你们这些功臣趁着皇帝年轻，外戚示弱，把他给废了。张辟强建议陈平赶紧上奏请吕雉的几个侄子进宫掌权，给他们封王。陈平照办了，果然一听说吕家人能当大官了，吕雉这才放声大哭，那是真的哭出来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安全感又回来了。亲儿子的死对吕雉来说，似乎只是权力版图上的一块拼图。他没有时间去感伤，因为他发现，既然儿子已经不在了，那他就得亲自动手，把这个帝国彻底变成吕家的天下。他不再需要通过一个代理人来统治，他要走到台前，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大汉到底是谁在当家做主。刘盈的陨落标志着吕雉最后一点人性的牵绊彻底断了。从此以后，他眼里没有亲情，只有姓氏。他要开始一场更疯狂、更宏大的政治实验，那就是把刘家的天下强行漆成吕家的颜色。刘盈这孩子走得早，吕雉哭完之后抹干眼泪，第一件事不是选个好日子下葬，而是坐在龙椅旁边，看着那一群老头子发呆。这些老头子可不简单，个个都是当年跟着刘邦拎着菜刀砍天下的狠角色。吕雉心里明白，刘盈这一死，他手里最后的筹码就没了。现在的他虽然贵为太后，但在那些功臣眼里，他终究是个外人。他需要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不是守时合理的金条，也不是满屋子的保镖，而是得有人在朝堂上替他说话，在军营里替他握枪。想来想去，刘家那些亲戚肯定指望不上，他们天天盯着皇位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老吕家的人统统拉进董事会，而且还得是大股东。但这里有个巨大的法律障碍，当年刘邦临死前，专门拉着这帮老兄弟杀了一匹白马，喝了血酒，立下了一个著名的誓言，叫白马之盟。大意就是，以后要是谁不姓刘却敢封王，全天下的人都要一起动手灭了他。这相当于是给大汉江山买了一份终身保险，专门防着外戚夺权。吕雉看着这道保险，心里冷笑，规则是人定的，自然也能由人来改。他把右丞相王陵叫过来，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我想封我吕家的几个子侄当王，你觉得怎么样？”王陵这人是个典型的实心眼，刘邦的老战友，他眼珠子一瞪，直接怼了回去，说高皇帝当年可是杀过马喝过血的，除了刘家人，谁封王就是违规，我坚决不同意。吕雉听完脸都绿了，但这还没完，他转头又去问左丞相陈平和周勃，这两个人可就是老狐狸了。陈平是顶级谋士，逻辑极其丝滑。他心想，现在吕雉手握大权，硬刚肯定没好果子吃，不如先顺着他，保住命再说。于是陈平笑着说，高皇帝在位的时候封刘家人为王，现在太后您当家，封吕家人为王，这很合理啊，没毛病。吕雉听了这话，心里舒坦多了，他当场就把王陵给升官了，升成了一个名头很大但没实权的太傅。王陵气得回家种地去了，临走前还大骂陈平没骨气。陈平只是淡淡回了一句，现在争口舌之快没用，只有留着命，以后才能保住刘家的江山。这就是职场高手的思维，不争一时长短。扫清了障碍，吕雉开始疯狂刷屏模式。他先是追封自己的老爹为吕宣王，然后把侄子吕台封为吕王，吕产封为梁王，吕禄封为赵王。一时间，大汉的地图上到处都飘着吕家的旗帜。吕雉不仅给他们封王，还把京城的保安、司令部，也就是南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吕产和吕禄。这下子，吕雉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他觉得现在这个公司，从董事长到保安队长全是自己人，稳得不能再稳了。但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权力这东西，如果你德不配位，拿得越多，死得越快。他那些侄子们，打仗不行，治国不会，只会仗着太后的名头在长安城里横着走。吕雉这种打破规则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大汉的根基上挖坑。那些老将们虽然表面上唯唯诺诺，天天给他点赞，但心里的小本本已经记满了账。他们在等那个能让吕家彻底翻船的时机。而吕雉呢，他沉浸在吕氏代汉的幻梦里，觉得只要把刘家人全部变成吕家人的亲戚，这江山就真的改姓了。他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联姻实验，试图用裙带关系锁死每一个刘家子弟。但他忘了，婚姻能锁住人的身体，却锁不住人的野心。这场疯狂的尝试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亲生儿子刘盈这一走，吕雉虽然在灵堂上因为抓到了权力而破涕为笑，但眼前的烂摊子还得收拾，皇位不能空着，大汉公司得有个名义上的 CEO。
这时候，吕雉玩了一手极其大胆的移花接木。早在刘盈活着的时候，吕雉为了让外孙女张嫣坐稳后的位置，就搞了个骚操作。张嫣年纪小，怀不上孩子，吕雉就找了个后宫不知名小妾生的男孩，偷偷抱过来，对外宣称这就是张嫣生的。为了保密，吕雉反手就把那个亲妈给灭口了。这个被偷来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前少帝刘公。刘盈死后，这个还没桌子高的小屁孩就被吕雉按在了龙椅上。吕雉自己呢，心安理得地坐在帘子后面，开启了他长达8年的临朝称制。说白了，她就是实际上的女皇帝，刘公只是个负责盖章的人形图章。本来这出戏演得挺好，大家各取所需，但吕雉忽略了一件事，孩子是会成长的，而且宫里的墙从来不隔音。刘公渐渐长大了，大概是到了叛逆期，也有可能是哪个嘴欠的太监想套近乎，偷偷把真相告诉了他。这个少年皇帝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管着叫娘的人其实是杀母仇人，而那个天天对他和颜悦色的奶奶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刘公毕竟是个孩子，藏不住事，他在私下里咬着牙说了一句极其要命的话：太后怎么能杀了我亲妈，还骗我是皇后生的呢？等我长大了，看我不找她算账。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吕雉的耳朵里，换成一般的奶奶可能会觉得孩子不懂事，哄哄就过去了。但吕雉是谁？她是那个在楚营里滚过刀山，在长乐宫里杀过韩信的狠人。在她眼里，亲情这玩意儿早就按斤卖了，唯一值钱的就是听话二字。既然这个实习生还没转正就开始想辞退老板，那吕雉的反应只有一个：先把你给开了。吕雉的手段极其冷酷且高效。他先是对外发布了一条公告，说皇帝刘公最近精神压力太大，得了急性精神病，已经不适合管理国家大事了，得关在永巷里接受封闭式治疗。那些朝廷大臣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但看着吕雉那张阴沉的脸，谁也不敢吱声。过了没多久，那个曾经立志要报仇的少年，就莫名其妙的在病房里因病去世了，死得无声无息，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在吕雉看来，这不过是处理掉了一个不合格的办公用品。处理完刘公，吕雉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反手又从刘盈的剩下一堆儿子里挑了一个更小的孩子，叫刘宏，这就是后少帝。这位新上任的小傀儡比上一任聪明多了，或者说是被吓傻了。他整天在大殿上一言不发，像个精美的木偶，吕雉指哪儿他盖哪儿。这时候的吕雉已经彻底进入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境界。他发现皇帝这个头衔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他手里握着那颗传国玉玺，谁坐在龙椅上都得管他叫主子。他开始玩起了这种小皇帝轮换游戏，谁不听话就换谁，谁有想法就让谁消失。这种窒息的统治方式让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一层阴影之下。吕雉坐在那张权力的王座上，环顾四周，全是一群低着头的木头人。他觉得自己赢了，赢得彻彻底底。但他没意识到，当一个人把所有的规矩都踩在脚下，把所有的血脉亲情都当成筹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这种极度的权力膨胀，就像是吹到一个极限的气球，虽然看着壮观，但只要有一根细小的针扎一下，
就会瞬间炸得粉碎。而吕雉这时候还在忙着织一张更大的网，一张想要把整个刘氏皇族都网进去的姻亲之网。他觉得只要把刘家的男人都变成吕家的女婿，这天下就永远都是他的。可他忘了，有一种东西叫仇恨，那是再华丽的嫁妆也掩盖不了的火种。这火种正在那些被他强行拉进婚姻殿堂的刘家子弟心中悄悄蔓延。吕雉在处理了那个不听话的小皇帝后，深刻意识到一个问题：暴力虽然好用，但副作用太大，容易引起全社会的集体反弹。他得想个更温柔、更隐蔽、更全天候的控制方法。于是他灵机一动，开启了一个大汉版的家族大联姻计划。他的逻辑非常天才，也极其阴损。既然我不能把老刘家的男人全杀了，那我就往他们被窝里塞满老吕家的女人。吕雉开始像一个疯狂的婚介所所长，强行给刘家的王爷们安排相亲。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有没有正妻，只要你是刘家的王，你就必须娶一个吕家的姑娘当王后。吕雉的想法是，这些吕家姑娘就是他派驻到各个王府的全天候移动摄像头。他们不仅能盯着这些王爷有没有造反的心思，还能在关键时刻吹吹枕头风，甚至直接干预王府的决策。这就是吕雉编织的红粉牢笼。我们来看看当时最惨的一个受害者，赵王刘友。刘友是刘邦的另一个儿子，在刘如意死后接替了赵王的位子。吕雉大手一挥，给他指派了一位吕家的姑娘当王后。刘友心里苦啊，他知道这个老婆是老太后的眼线，所以平时对这位王后是敬而远之，反而更宠爱自己原本的那些妃子。结果这位吕王后可不是吃素的，她一看自己受了冷落，那股子老吕家遗传的狠劲儿就上来了。她直接跑回长安，在吕雉面前告黑状。她编了一个瞎话，说刘友私下里经常抱怨，说吕家人封王是不合法的，还说等吕雉100年之后，他一定要把老吕家的人全部清理干净。吕雉一听，这还得了？他最听不得的就是有人惦记他身后的吕家前途。他二话不说，直接下令把刘有召进京。刘有一进长安，还没见到吕雉的面，就被关进了一间阴暗的小黑屋里。吕雉下达了死命令，不许给他送饭，谁送饭谁死。堂堂一个大汉王爷，最后居然在繁华的京城里被亲后妈活生生给饿死了。死之前，刘友在墙上写下了一首极其凄凉的诗，大概意思是：吕家当权，刘家遭殃，我被毒妇构陷，饿死在空房。刘友死后，吕雉并没有任何愧疚，他觉得这只是优胜劣汰。为了让这个联姻网络更严密，他甚至让自己的外孙女，那个可怜的小皇后张嫣，继续这种荒唐的婚姻。整个大汉皇族就像是被一张由吕家女人织成的蜘蛛网死死地缠住了。每一个刘家的王爷回到寝宫，面对的都是一个可能随时写密信举报自己的间谍。他们不敢随便说话，不敢随便见客，甚至连叹口气都要看看老婆的脸色。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监狱里的皮鞭还要可怕。吕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平衡。表面上，刘家和吕家成了亲家，大家都是一家人。实际上，这种通过强权压迫出来的婚姻，就像是一颗颗埋在床底下的定时炸弹。
吕家姑娘们在王府里趾高气扬，刘家王爷们在外面唯唯诺诺。但是吕雉算错了一件事，婚姻这东西如果没有感情基础，只有利益监控，那它产生的不是凝聚力，而是无穷无尽的仇恨。这些吕家姑娘在王府里越霸道，那些刘家的旧臣和皇子皇孙们对吕家的恨意就越深。吕雉觉得这种裙带控制是万无一失的保险，但在旁观者眼里，这分明是在给大汉江山浇汽油。那些被迫娶了吕家女人的王爷们，每一个都在暗地里磨刀。他们不是在等结婚纪念日，而是在等吕雉合眼的那一天。这种权力对人性的全方位入侵，让吕雉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孤独。她以为自己掌控了所有人的生活，其实她只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她那颗已经苍老的心，也在这场永无止境的博弈中，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吕后这一辈子斗赢了戚夫人，斗赢了开国功臣，甚至连老天爷给他的亲儿子他都给斗没了。到了晚年，他站在权力的最高峰，放眼望去，整个大汉朝几乎都姓了吕。按理说他该开启退休模式，享受人生了。可现实是，权力这玩意儿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你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恐惧就越真实。公元前180年，吕后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高寿，但她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更要命的是，她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重的精神内耗加心理阴影。那一年的3月，吕后去灞河边参加一个古老的仪式，叫伏羲。简单说，就是去河边洗洗手脚，祈求神灵保佑，把身上的晦气和疾病都冲走。当时的吕后排场极大，随从成群，威风八面。可就在仪式结束回宫的路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吕后正坐在豪华马车里闭目养神，突然感觉车厢里一阵冷风。她睁眼一看，只见一只长得像苍狗一样的怪兽，全身冒着幽幽的蓝光，猛地从路边窜了出来，一头撞在了她的腋下，然后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吕后当场就被吓懵了，回到宫里就开始发高烧，腋下的那个部位疼得钻心。她找来最厉害的算命先生，想问问这到底是何方神圣。算命的在那儿掐指一算，脸色惨白地告诉她，太后，那是赵王刘如意的冤魂回来索命了。听到这个名字，吕后那一瞬间的心情估计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她这辈子杀人无数，从来没眨过眼，可唯独这个被她毒死的刘如意成了她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她开始频繁地看到幻觉，总觉得那个10几岁的少年就站在阴影里冷冷地看着她。这时候的吕后表现出了一种极度的矛盾，她一方面怕鬼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在疯狂地抓权。她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她得给老吕家留好后路。她把侄子吕禄和吕产叫到床边，把最精锐的北军和南军的指挥权死死地交到他们手里。他对这2个侄子说了一段非常露骨的话。当年高皇帝刘邦跟大臣们杀马盟誓，说非刘氏不亡，现在我封了你们当王。那些大臣们心里肯定不服，我快要死了，你们一定要握紧手里的兵权，守住皇宫，千万不要离开，连我的葬礼你们都不要去参加。
只要你们手里有兵，他们就不敢把你们怎么样。这段话听起来逻辑缜密，其实透着一股深深的悲哀。一个掌握了帝国30年最高权力的女人，在临终前居然连让亲侄子参加自己葬礼的胆量都没有。她很清楚，自己这些年种下的仇恨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她这根定海神针一倒，大浪瞬间就会把吕家冲得粉碎。吕后的晚年没有含饴弄孙的快乐，只有无尽的算计和恐惧。她睡在华丽的长乐宫里，枕头下面压着兵符，耳朵里听着幻觉中的狗吠声。她发现自己用30年时间筑起的权力城堡，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就在这种极度的焦虑和病痛中，吕后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她最后一次看向着大旱的江山，心里不知道是在遗憾还是在解脱。她终于要面对那些被她亲手送走的人了，不管是刘邦还是戚夫人，或者是那个满腹委屈的刘盈。大汉第一女强人的时代即将画上句号，但她留下的那个吕家王朝真的能像她预想的那样稳固吗？那些在暗处忍了10几年的老臣们已经闻到了死亡的味道，他们正像狼群一样在夜色中慢慢聚拢，准备给吕家最后的致命一击。吕后在公元前180年的8月终于闭上了眼睛。她走的时候心里大概还觉得挺踏实，毕竟京城的精锐部队都在他侄子吕禄和吕产手里握着。他留下的遗嘱也很有针对性，吕产当相国，吕禄当上将军，只要手里有兵，天就塌不下来。但吕后算漏了一件事，权力这东西从来不是靠几张盖了章的委任状就能锁死的。吕后一死，长安城的气氛瞬间就变了。那些平时在大殿上低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喘的老功臣们，突然间个个都变得眼神犀利起来。周勃、陈平这些老江湖，在刘邦手下混的时候，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们忍了吕后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相比之下，吕家的那几个接班人就显得太嫩了，简直就是典型的纸老虎。吕后前脚刚走，他们就开始慌了，是该直接造反当皇帝呢，还是乖乖听大臣的话？他们犹豫不决，这就给了老臣们可乘之机。陈平玩了个损招，他让人去忽悠吕禄，说你占着上将军的位置，全天下的人都盯着你，你压力多大啊？不如你把兵权交出来，回你的封国去当个富家翁，这样既能保命又能享福。吕禄这哥们儿居然真的信了，他觉得回老家吃香喝辣确实比在京城提心吊胆强。周勃拿到兵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北军军营，他站在高台上对着士兵们喊：现在吕家想搞事情，刘家才是正统，你们觉得谁对就露出左肩膀，觉得吕家对就露出右肩膀。结果呢，全军将士整齐划一地露出了左肩膀，这就是民心，这就是那个时代公认的逻辑。吕后花了30年想把刘家的招牌换成吕家，结果发现这块招牌在大家心里压根儿就没动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非常残酷且迅速。周勃下令，凡是姓吕的，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清理。吕产在皇宫门口被乱刀砍死，吕禄也没能逃掉。吕后苦心经营了30年的家族势力，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被像清空回收站一样彻底从历史上抹去了。
那些曾经在王府里作威作福的吕家姑娘们，那些被强行塞给刘家王爷的眼线们，也都在这场风暴中消失了。大家发现，当那个最强悍的女人不在了，吕家剩下的不过是一群寄生在权力树上的藤蔓，树倒了，藤也就枯了。杀光了吕家人，大臣们开始商量选谁当新皇帝。他们这次长记性了，选皇帝的标准只有一个，人要厚道，最重要的是他妈不能太强势。最后大家选中了刘邦那个一直躲在偏远封国低调的不能再低调的儿子刘恒，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大佬。吕后这辈子从一个被父亲当作赌注嫁给地痞的少女，到一个在田里挥汗如雨的农妇，再到在牢房和楚营里受尽屈辱的人质，最后变成掌控帝国的铁血女皇。她活得太累了，也太狠了。她用权力去弥补安全感的缺失，却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把所有的亲情、温情和底线都丢进了深渊。她以为把天下变成老吕家的，就是对家族最好的交代。可结果呢？正是因为他给家族要了太多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才导致了吕家的灭门之灾。权力就像一团火，吕后这辈子都在玩火。她用火驱散了寒冷，但也最终把她最在乎的一切都烧成了灰烬。吕后死后，史官在写《史记》的时候，对她的评价其实挺有意思。虽然她手段残忍，但在她统治的这些年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其实还行。她没有折腾百姓，没有大兴土木，给了社会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她是一个可怕的婆婆，残忍的母亲，狠毒的政客，但她确实也算是一个合格的 CEO。当长安城的硝烟散去，新皇帝刘恒走进皇宫的时候，吕后的时代正式落幕。他留下的不仅仅是血腥的教训，还有关于欲望、权力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他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走多远，也证明了当一个人被权力彻底吞噬时，会变得多么荒凉。其实回看吕雉这一生，她也曾是那个在月光下织布，满心期待丈夫回家的姑娘，只是这世间的风雨太大，把原本柔软的心吹成了坚硬的石头。她走过的那条长长的公道，两旁尽是权力的繁华，脚下却全是孤独的碎影。我们总以为抓住了最高处的那把椅子就抓住了命运，却忘了有些东西一旦弄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夜深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该讲完了。希望你在听完这段往事后，能在这喧嚣的世界里多留一份给自己的从容和温暖。愿你梦里没有权谋的纷扰，只有清风和明月。